大元帅，末将可是行营兵马都监。张合谋，放开！孤历来恩怨分明，今日之事与诸将无干，是孤因私怨和他生了械斗，待此贼受首，还要劳烦国华与众巡将孤所拿于京师天子阶下，以彰国法。世子已经算是好的了。陈家里那几个畜生，整日里不是酒食歌舞，便是同身边的女使厮混。如同城里那位，那般肯在慈父上用功的，已经算是有出息的了。能安安生生过日子，不涉险，不折腾，便已是好孩子了。大王自家折腾了一辈子，如今看小了一辈，却指望不折腾。咱们家从阿翁到阿爹，到六哥、七哥，最后再到弟弟这儿，折腾了快100年了。世道崩坏，容不得你安安生生的过太平日子。不折腾，一家人连命都保不得，更别说社稷梨树。可如今世道要变了，先打完眼前这仗再说吧。自天子下诏南征，也有些年余了。江宁毕竟是一国之都，纵使再凋敝，凑几万个兵甲出来，也还是不难的。再不像样的朝廷，也总有几个孤臣逆子，天衡那般的人物。只要孤还有一口气，也断不会容任何人在孤的眼皮子底下揍了天衡。江南国主向朝廷请降！江南国主向朝廷请降！江南国主向朝廷请降！罪臣李煜向上国大元帅，元帅请降。奉国主君旨，向上国大元帅、元帅献上江南印玺，19州180县土地人丁互贴。大元帅，土地、百姓皆国家所有，请元帅代天子纳之。却又是何苦啊，大元帅？且安归京师，替我去看看今日之变景。
公元975年11月，金陵城破。南唐国主李煜溯山出营，奉表纳降。李国近40载的南唐政权至此倾覆，其22州疆域终归大宋版图。弟兄们血战今年，如今大功在前，元帅却不许驻军入城，末将等恐军心浮动，心生变故。元帅，这一路上大战恶战都是我等斩头立血，如今江宁城破，入城的却是那些吴越军队，如此荒废之军令，岂能服了兵众？请元帅三思。请元帅三思。是哪一营的军心在浮动？又是哪一营的将总兵卒要生出变乱？某自幼从军，入营的第一日，都头对某亲讲：军令如山，违令者营中有17刑54斩以待之。军令便是军令，合心意的军令重如山岳，不合心意的军令便轻如鸿毛了吗？荒废而不能服众的军令，便不是军令了吗？前朝安令公有言：“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。”可几年之后，他便化作了一丛肉泥。如今多少打了几仗，尔等倒是说说，究竟是哪一营觉得自家兵强马壮？又是哪位好汉看到头顶自家的天子气了？或者说，尔等当中有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坏了心肠，私下里准备了杏黄色的旗子，想要裹到某与潘帅的身上来。世道变了，明白吗？之前的那些鼓噪族众、挟持上官、裹挟军武、败坏法度、颠倒纲常的诡异伎俩、淫威心思，都收一收吧。某今日指一条活路与尔等，且在营中安坐，弹压士卒部众。待得回京之后，该续的功、该颁的赏，1文钱1册勋也不会少于你。倘若是尔等不想活，本帅的帅帐亲军皆是殿前班职出身，若是不够用，前王大元帅麾下还有数万虎贲，哪一营作乱，某便屠了哪一营。回京再奏告天子，一气3族。曹国华是聪明人啊，军武之中，似他这般聪明的不多见。是啊，灵都大义在前，灭国之功加身，还能如此知晓隐忍韬晦之道，确实不容易。不过，他自身不肯入城，却请大王率吴越之兵入城，其心思也称不上人善。他知道孤必不肯去，那不是他曹国华的江宁，也不是孤的江宁，是天子和朝廷的江宁啊。所以，大王出兵却不肯移驾，还差了丁某以兵马诛奸为入城使。孤入不入城，其实天子未必在意，只是朝堂的那些宰执大臣，大多生于乱世，对这等事闻着味儿便能跳起来，
那哪里是江宁啊？分明是一口大坑。他曹国华不愿意跳，姑当然也不会跳。如此最好。丁某自是朝廷谏官，这一路上想出风头都想疯了。这次索性与他一个大风头出去。这几日全军都在骂娘，由他们骂，只要能不生事，安安稳稳回转京师，到时候骂祖宗都由得他们。真要将江宁城让给他们吗？这是国家疆土，岂容我等私相受让？田王是绝顶聪明之人，该明白我的意思。大郎和世子毕竟还年轻，像这种大场面，一辈子也未能遇见一次。随着进城去，好生见一番世面也好。嗯。但人数却少，大军一旦结阵，瞬息之间便可决胜负。还请世子与大郎收兵。中顺统，结阵破寨。在那儿，走。世子，大郎君，我将护卫来迟了。世子，大郎君，粗粗认了一遍街面上的尸身，大都是些青壮年，上岁数的不过10余人，至多不过50，没有寻到李元清。此人才是真正的负心之患，老贼不死，江南未可平定。世子安心，末将等再着将变军卒，边界细细辨认一遭，定将此贼。用不着细细辨认了。
这里是敌国之都，城内皆是敌国之人，传令全军，全城大锁。督监不可！有窝藏李元清及其逆党者，夷其三族，家私私产，致众将士去。督监，江南方僻人心未定，此时应安定民心为要。某是升州行营兵马都监，也是大元帅和元帅亲授的入城主将。郎君，是要抗某将令吗？督监，传令全军，全城大锁。走！去见父王。哎呦，大王，带姑去向曹国华传句话。诺。就说姑邀他一同入城平乱。诺。启禀大元帅，元帅，行营亲卫共拿的犯禁将佐113名，其间纵火者8，纵兵伤人性命者19，奸淫者16，劫掠民财者70，请大元帅元帅发落。吴越军中自有法度，大元帅待回营之后，另行处置。劫掠民财者，杖80，罢其爵衔差遣，发为服役；所掠民财，依数目退还。纵火、伤人、奸淫者，立斩。这是军令，亦是王命。行营兵马都监丁德玉何在？大元帅，末将在。李元清拿到了吗？回禀大元帅，其人奸狡，尚未拿得。你是朝廷的引进使，按理孤没有处置的道理。只是今日吴越军中，仅将校便诛杀43人，杖刑者70余人，其余马步军卒受诛被刑者更是不计其数。更何况如此名都大义，如今却烧成了片片丘墟。无辜黎庶未曾离于战火，却死于我吴越之兵乱。户户张帆，家家带孝。孤从闻王全斌屠掠益州，尚且怒其军纪之不整，可万万不曾想，如此滔天罪孽，也有落在孤自家身上的一天。你是朝廷的人，孤处置不了，可孤时时咽不下这口气。仲勋，大元帅，帮孤一个忙，将此贼摁倒在阶下。大元帅，
末将可是行营兵马都监。张合谋，放开！孤历来恩怨分明，今日之事与诸将无干。是孤因私怨和他生了械斗，待此贼受首，还要劳烦国华与众巡将孤所拿于京师天子阶下，以彰国法。大元帅不可！让开！息怒，大王！大王息怒！大王息怒！好，姑不杀他，我不杀他！你们俩滚开！滚开！林德玉，我不杀你，我不杀你，我不杀你，都无脸去见列祖列宗！大王，你不只是吴越的国王，你还是大宋尚书令，天下兵马大元帅。尔等要以下犯上，一事故的军法吗？大王，大元帅息怒，丁某不过是兵卒苏培，何苦为了此人毁了大王清誉？国华，放手！放手！还不把丁某拉下去，找死尸！放手！找一杯！两家进步，大局为重，切莫陷大元帅于不义。滚！滚！滚开！糊涂东西！滚！压下去！让开！大元帅恕末将等无礼。江宁黎庶是前楚之国，前楚愿行王道。传令，全军班师回朝。罪江南为主诏：朕应昊天之眷命，主神器而御宇，志在四海混一，兆民咸宁。然江南为主李煜承义士之遗迹，据偏方而窃号，累世悖逆，罪恶迎击，卓发难属，天人共愤。击诸古典，亮有明行，昭示天下，诚辞勿夺。尔等可知罪？臣等裂土分国，建号为治，抗拒天兵，不服王化，使江南之地生灵涂炭，市民皆不得安。臣罪昭昭，莫敢辞辩。不起圣主垂怜，
助李煜一人一些社稷黎庶，诸族亲臣僚及妇孺老幼，皆为臣所误，启陛下宽宥，使亡国之人同沐皇恩，得享太平之事。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尔等既已知罪，朕亦无复加罪。拟制册李煜为违命侯，拜左迁牛卫将军；除徐铉为散骑常侍，张继为太子中允，执舍人院，余等俱受接官，随班列进。臣奉诏。罪臣等叩谢陛下天恩。江南平定，边户齐民，金瓯一统，四海清平。将帅戮力，臣等谨为陛下贺。臣等谨为陛下贺。丁五郎。陛下，你那耳朵是怎么了？前王跋扈，蔑视官家天威，欺凌臣等，请官家为末将做主啊！居然只割了你一只耳朵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呐，连九郎都老了。陛下，今日朝会，献俘之典已毕，所宜之事，可研制廷议。违命侯等方入朝，宜赐宴，以示圣恩。好。陛下，前世割据东南，分国裂土，有损国家统序，现如今竟公然毁坏国法，刑求朝廷大将，其僭越跋扈如斯，下臣斗胆，请陛下效江南令，兴兵讨之，以求九州之一统。古越前王勤修贡事，善事中国。朕为天子，何以兴无名之兵？陛下昔年有言：“天下黎庶，苦分崩久矣。”虽以此言，举兵下金陵。如今轮到吴越，陛下何故厚此薄彼呀？丁德玉，末将在。朕使汝将6军迎前王归朝，二意如何？末将敢不效死？而死不足惜。朕痛惜的是东南黎庶和将士们的性命。拟制罢丁德玉爵衔差遣，贬为房州刺史，本州边管。诺。